每晚夜灯熄灭后，宿舍里都会响起各种关于自己校园的神秘怪谈，比如芭蕉树下哭泣的女孩，槐树上玩耍的孩子，亦或者是传说中宿舍里背靠背的故事等。形形色色的校园怪谈组成了专属于每一所学校、每一座城市，甚至每一个国家独特的鬼故事文化。今天老烟斗就满足大家的要求，带大家走进日本最出名的校园7大怪谈，重温一下当年躲在宿舍被子下瑟瑟发抖的时光。温馨提示，以下内容皆是传说故事，属于虚构编撰的，大家放心观看。1. 13阶梯。据说在某个偏远的学校，一名学生因与老师发生了口角，心怀怨恨，于是趁夜偷溜进教学楼，打算纵火泄愤。可没想到他在放火的过程中被巡楼的老师发现了，慌忙之下他迅速跑上楼梯，可能是太黑了，也可能是没注意，学生突然就从楼上摔了下来，送了性命。最为奇怪的是，案发后很多学生都表示在夜间会看到不存在的第13个阶梯，可是这每层的楼梯只有12个台阶才对呀。有个男学生好奇之下就准备夜探教学楼，当他走完12梯的时候，13梯居然真的出现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踏上13梯后，在他的面前意外地出现了一个黑洞。黑洞里面站满了人，或男或女，或高或矮。少年感到害怕，正打算后退，可是突然一阵推力袭来，一个鬼影正在背后推让着少年。这么一推，少年便再也没有回来了。而这所学校的13阶梯怪谈也逐渐的声名鹊起。2. 理化教室的男同学。第二个怪谈则是关于一位懦弱的男学生，可能是由于身材瘦小，亦或者是看起来太过呆板，在念书时候遭受了严重的霸凌。由于受不了同学的欺压，绝望之下，他在理化教室把自己的左手给切了下来。事后男学生被发现，紧急送医，仍流血不治死亡。古怪的是，警方在搜寻现场的时候一直找不到男学生的左手。从那天之后，传言理化教室时常会看到男学生的手在教室里慢慢地爬着爬着。3. 保健室里的婴儿声。在日本，不少年轻男女会在私下偷尝禁果，一来二去就时常出现未婚先孕的事情。有一女学生怀孕后，在学校的保健室里产下男婴，男婴不停地哭闹。因为婴儿的父亲拒不承认，女生将怨气撒在了婴儿身上，居然狠心将婴儿伤害了。此后的漫漫长夜，保健室时常能听到婴儿的哭声。有人说婴儿被扔进了下水道里，也有人表示婴儿的尸体被做成了学校理化教室里的标本。怨灵不平，终日徘徊于学校呢。而这些传闻使得学校从此风声鹤唳，一时间流言四起，草木皆兵了。4. 上厕所的女生。这事儿是发生在一所女子学校，晚自习期间，其中一个女生要上厕所，因为害怕就叫上另外一个女生陪她一起去。厕所在3楼，楼道的灯也似乎坏掉了，摇摇晃晃地闪烁着。陪伴而来的女生感到疲乏不堪，就表示在楼梯门口等待着。等着等着，不知不觉女生就睡着了。等她醒来，她发现同学一直没有下楼，于是大声地朝着厕所喊话，可是没有人回应。在当时的年代，手机还没有流行，究竟同学去了哪里呢？难道他已经回去了吗？
刚好在拐角看到有一个人在拖地，但是看不真切脸。少女急忙询问道：请问里面还有人吗？拖地的清洁工并不回答，只是一下一下地拖着地板。少女疑惑之下还是离去了。第二怕的是，随着厕所门的打开，学生们意识到原来那个上厕所的女生昨晚一晚都在厕所里面。只是此时的她正横躺在地面之上，披头散发，情形惨烈无比。5. 会走路的二公。相传在某个南高，每逢半夜的时候，时常有一个不知名的神秘人出现在教室内。神秘人身高挺高的，体格也壮实，不仅把教室的桌椅搬来搬去，还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时间一长，大家都对这个神秘人感到好奇。其中有一个男生想要一探究竟，于是他趁着夜色翻过围墙，来到走廊，想要逮住这个神秘人。他蹲在走廊边上，等待了很久很久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一阵脚步声在身后响起了。他扭头看见一个黑影影影绰绰的在不远处扫地。神秘人终于出现了，男生很是高兴，他猫着步子缓缓朝着神秘人走近着。借着稀薄的月光，男生终于看清了神秘人的模样。他发现那个神秘人的一半身躯居然是透明的，认真一看，这个神秘人赫然就是生物教室的人体模型二公先生。学生当场就被吓晕了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仍然陆续有着奇怪的神秘人在夜间的教室出现，但是不是这位二公先生就不得而知了。6. 理化教室的女学生。这第6个怪谈也是发生在理化教室的。相传有个女学生在昏暗的理化教室里换灯泡，一个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了下来，偏偏脖子上的水手服的领巾勾住了灯座。女学生在挣扎了一番后不幸窒息，以上吊的姿势死在了理化教室。尽管出了命案，但是学生们还得继续上课，教室仍然没有被封闭，只是根据守夜的老师描述，每次巡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都会隐约看到女学生的尸体垂在灯光下摇摆不定。而做实验的学生也曾经惊恐地表示，在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隐约看到一双脚悬浮在自己的面前，但是定睛一看又消失了。7. 厕所女鬼花子小姐。花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最可怕也是最出名的，后面的篇幅是无法详细表述完花子的怪谈的，因此我曾经单独做了一期有关于花子的视频，你们可以进入我的账号内翻看。另外，关于校园的鬼故事虽然让人感到害怕，但如今回想起来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还记得以前学校宿舍关灯后，为了烘托气氛，为了证明自己胆大，一群人轮流讲鬼故事，明明吓得瑟瑟发抖，却仍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表情。啊，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呐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尽情回忆，回忆你的青春，回忆你和舍友讲鬼故事的青葱岁月，回忆你所听过印象最深的鬼故事。